他找到他们公司里有一个生性谨慎的会计，就问他：你退休的时候房贷还没缴完怎么办？然后他就说，这一题他也算过，反正到时候要是出现了缴款很困难，他自己去外面兼差还是没办法来付这个房贷，压力很大的话，他会怎样？他会直接把它卖掉，反正已经增值那么多了，那就把它卖掉，就可以直接去现金买断一间小一点的地方住，自己住而已啊，又没有跟儿女住，绝对是不会饿死的，绝对不会饿死的。所以他就想说，有道理所以他回到他自己的刚买的小房子里头，他觉得那就这样他们这种快要退休的、即将退休的，自己都没在怕，那我在怕什么所以就比较好睡了他心里想的事情叫做没关系，那个事情老了以后再说，只要房子有增值，还款的时间很长，那之后大概都会不成问题。房贷一族拼买房，65岁还欠银行100万，3招自救路线，让你安心退休，不怕房子被法拍。先说结论不用太担心啦。等你真的老了那你的房子有很多的剧本可以生出钱来。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一次影片聊了越晚买房越吃亏，如果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来跟你讨论房贷缴不完该怎么办。这次来聊一个新闻标题我念一下：到65岁还剩房贷100万，他忧房贷挂掉钱都缴不完，内行铺一招。就是有一位网友发文说，他现在46岁，未婚没小孩，因为觉得自己的体力走下坡了，就算了一下，如果继续缴房贷，缴到65，就法定退休年纪应该会还剩100万没缴，那他就不知道怎么办，因为他到时候也没有家人可以帮他的忙。然后就来问说，要是房贷在我挂掉以前还还不完怎么办那底下的网友回他说，如果到时候你都挂了，你还担心什么？未来没有继承人的话，银行就会去拍卖来抵债怎样怎样的。但我在猜他想问的其实不是挂了还没缴完怎么办，而是如果他65岁没有工作能力，房贷还剩100万要还，到时候怎么办？也是还没挂的时候。那我未看先猜，这位网友的经济状况应该不叫很好不然你说现在46，等到65还有19年呢，19年的话，一个月存钱4386块就可以了。所以你要知道，不用太担心老的问题我是建议这位网友还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因为未来政府必然会推出解套办法。我们之前节目也有说嘛，今年8月台湾已经正式进入了超高龄社会，所以在19年后，老人会怎样？会遍地都是，真的会遍地都是。你未来会遇到的问题，银行知不知道？银行怎么不知道？你看他都敢借你呢，到超过你退休年龄他就没在怕了，你知道？到时候以房养老的方案应该也会变得很受欢迎、很完善。那就算都没有，我们还是有很多解套的办法，比方说大换小新换旧之类的。那你这间房子持有到退休的时候，屋龄应该也不会低啦，但是你就持有那么久，房价也会随着通膨有一段涨幅。像我们爸妈那一辈，房价翻倍又翻倍很常见嘛。那到时候就是怎么样？你可以把房子卖掉卖掉之后去比较郊区的地方或是原本你家是3房，你看你要换到2房，自己住而已嘛，都可以生出钱来例如说你本来买1000万，经过19年以后，假设只涨到1500万。那你卖1500万嘛，再去买一间1000万的房子嘛，感觉会比较小，但是没有差，你手上的钱就会变多，扣掉还银行的，然后等等都还可以撑，还可以有现金在身上。那现金在身上应该还会有300万吧？那300万在身上的话，看你要不要买中华电信就这样。19年后中华电信应该还在我是这样子认为的，那就领股息补贴你的生活费。最后你要知道不用搬家的办法。如果你觉得说朋友都在这不想要搬家，或者老了搬不了家，还有一招，我个人认为未来会变成 SOP， 就是怎样，你把你家也租出去。例如说你有3房，那你把其中2间租出去，甚至你去增贷然后把房间改成隔套，你自己住1间，顺便做扶手或是什么的，然后把其他几间租出去，这样你会有一笔收入进来，就足够支付你的房贷再加增贷的钱，应该还有剩。你说这样不是要缴更久？没差，反正你不是就是要给他缴到死吗？2腿一伸之后银行要法拍要干嘛随便所以我个人认为真的不用太担心。当我们的房子买了越久那贷款还的时间越长，我们抗风险的能力是越高的，能用的招式只会多不会少，所以真的不用担心。最后我想问你，你认为退休的时候怎样最惨？ A. 房子的贷款还没缴完， B. 股票都被套牢，
C 另一半的需求还是很大。对哦，讲个题外话，就是现在的房地产市场很冷清啊，那让你感到害怕，不太敢继续置产。我的看法是这样哦，先说结论，现在是对高雄市低总价的中古屋而言，教科书级别的巴菲特，别人恐惧我贪婪时刻。真的哦，我没胡乱哦。因为高雄市的重大建设跟民间投资跟工作人口都还持续的在盖在成长，都没有停。2026年开始会陆陆续续的启用或是开幕，而且像台积电的正式上班人数嘛，也都还在成长中，还没有完全发酵。以现在的自产周期要出租放生满5年来看，现在真的是比去年疯狂的去年还要美的进场时间点。我认真我这种重大建设旁中古屋的流派就是这里好，赚不是最多但是稳健到爆。天塌下来了，有预售屋顶着嘛那我都还持续在看呢，你不用怕，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老了有房也有钱关税台币升值不过是30年自产周期中的一朵乌云而已，安啊。北高雄、南高雄自产中古屋就找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林店长处理，赖就加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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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个 go 加这个赖来慢慢看 po 给你的房子都挑过都有战斗力的。反正天塌下来了，有预售屋顶着了，我们中古屋真的是非常的稳健安啊。台北市、新北市自产就找萧店长，赖就加小老鼠掰台北直接看低于实价登录的房子。最后请你购买我买房阿元的 YouTube 频道会员我会挑出能够拉抬房价的重大建设我的高雄自产作业就直接给你抄，1个月250块钱，自产高雄之前上个保险非常的便宜。你有购买会员的话，就我回答问题会详细也认真很多那通常会用到录音去好好讲，这样没有买的会员我就简答。老了有房也有钱，这个目标才是我们的追求。现在就点开资讯栏加入会员，直接开始抄作业。我是买房阿元，加入会员，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讲故事，跟你分享一位会员的故事，如有雷同那就雷同这次的故事主角叫鹏哥，鹏哥刚满45岁这辈子从来不觉得自己过得很委屈，直到上个月房东突然说儿子要结婚要来住这间，要把房子收回去，他才发现租房子已经变得超困难。他就在那边住20-30年嘛，房东老房东也没有在那边涨租金的。等他开始看591的时候，才发现哇，现在租金怎么变那么高？那一堆房东都不想要租给他那所以他只能咬紧牙关就去买了一间小小的电梯中古屋核贷下来的状况也不好，银行只给他25年，因为年龄嘛，然后每个月的房贷已经要扣掉薪水的一半，但还是有把它贷出来了。他就想说哇，这个以后我退休了该怎么办在那边想一直想，想到会怕这样他怕自己老了缴不出房贷，然后房子被银行法拍，然后他就被赶到街上所以他就非常非常紧张就问了几个长辈稍长一点的那个年长的同事啦50-60岁，结果他们也还在缴。那他就想说奇怪你们都快要退休了你房贷剩多久？这个年数搭不起来，你剩3年退休，你还有12年房贷，还是怎么回事？那你之后要怎么办然后他同事就跟他说，退休有什么关系？反正房贷缴不出来，银行要法拍就去拍鹏哥就觉得说，那你要住哪里？他说搬去跟儿子住不然生儿子用来干嘛他觉得怪怪的，因为他自己没有儿子那他又跑去找其他的同事来问。这个同事明年就退休了一个前辈，那他的房贷也还没缴完，他就问说，那你退休以后你房贷要怎么处理那个同事说要处理什么就继续缴钱不够的话就去谈看怎么样再不然我就去做保全就这样他问说你不会担心他说担心有用吗？担心又不会生出钱来所以他就想说哇，这个是怎么样？怎么大家都不担心问出了为什么你们都不担心的时候，他就被拍拍肩膀说你才40几岁，对你来说还很早，我们都不担心的，你是在担心什么？所以他决定再找一个比较谨慎的人来问问看他找到他们公司里有一个生性谨慎的会计，就问他你退休的时候房贷还没缴完怎么办？然后他就说这一题他也算过反正到时候要是出现了缴款很困难，他自己去外面兼差还是没办法来付这个房贷，压力很大的话，他会怎样？他会直接把它卖掉，反正已经增值那么多了
那就把它卖掉，就可以直接去现金买断一间小一点的地方住，自己住而已啊，又没有跟儿女住，绝对是不会饿死的，绝对不会饿死的。所以他就想说，有道理所以他回到他自己的刚买的小房子里头，他觉得那就这样啊，他们这种快要退休的、即将退休的，自己都没在怕，那我在怕什么所以就比较好睡了他心里想的事情叫做没关系，那个事情老了以后再说，只要房子有增值，还款的时间很长，那之后大概都会不成问题。你最近在找室内装潢公司吗？我查到一个有趣的资料讲给你听，就是说民众在找室内设计公司最讨厌遇到的几个状况。来，第一个，设计师承包商收款后跑路，对吧这确实很糟糕，因为这等于是装潢蟑螂，这就要打诉讼了，可是房子还是拆在那边很讨厌这样。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几千万的门市，在家装潢都是老板自己买自己装的有那个财务的实力。那现场也有直接可以挑瓷砖、挑板材的地方大门市找得到人，跑不掉。那真的做爆了的话，也兜得了底都还赔得起。第二点是施工不良，日后漏水我都施工了还漏水，这也确实很麻烦，因为都住进去了嘛。那到时候为了要修漏水，可能还影响到邻居搞得家里又要变工地。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至少豪宅案子也是敢委托他们去做。那第三点是恶意追加费用，预算严重超支，这个也是很糟糕，就是通常是发生在那种跑单帮的设计师就他是先低价报价，然后把案子接进来，然后后面再一直加，反正我都拆下去了，那你不加也不行，就会感觉像被绑架一样。这个我观众也反映过非常多这种情况。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们就做10几年了那这个案例上跟那个施工上跟他的售后去看他的 Google 评论评价就知道了。你刚刚看到的画面全部都是他们家以前施工做过的案例照片，接下来我都放完工后的照片给你看。先说结论台北市、新北市地区的朋友，反正就是蘆洲，他们店在蘆洲开车30-40分钟之内可以到的地区，那家里要装修或者自产的要装修，就找这一家室内装修公司先问问看，汉一室内装修，因为我有认识老板，那又加上很多双北的朋友再请我推荐室内设计公司，双北什么老屋翻新隔套老公寓预售屋交屋要整理要收租的，我就推荐这一家汉一室内装修。汉一陈老板案件经验非常丰富，他给我历年来的施工照片，案场超过100场照片超过27000多张，我都不知道怎么挑那加这个 LINE 可以跟助理先描述你的需求，甚至直接传屋况的照片，初步谈一谈之后应该就会去丈量了室内设计是这样就你找谁不是找，就是找而已嘛，就是怕被骗怕被敲而已嘛那我推荐我信任汉一陈老板。那你的房子要装潢那就找汉一室内装修，先加他们先去问一下。双北装潢就找汉一室内装修，买房阿元推荐，总是比在外面乱找还要安全一点。现在就加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HANYI 汉一。